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5分钟中文。5分钟中文是一档每周末更新的中文播客，用自然的中文跟大家聊中国语言文化，还有生活中一些有意思的话题。每一期的描述栏下方都有生词表，还有免费文稿的链接，供大家参考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生活化的话题，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囤货。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匮乏感，还有思维惯性。中国的计划经济距离现在不过也就几十年的时间。我的父母在青少年时期其实都短暂地经历过计划经济的配给制。那个时候，中国很多物资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，而是需要有相应的票证。比如说，你买粮食要有粮票，买布要有布票。就说粮票吧，我妈妈说，那时候每家每户每个月能买多少粮食、多少肉、多少油，还有副食品之类，这些都是有数的，不是说你拿着钱去商店就能买得到。你买食物的时候，除了要有钱，还要有粮票，人家才会卖给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粮票，有多少钱也买不到想买的食物。这种物资匮乏的生活，还有相应的配给制，给很多中国人，尤其是我祖父母这一辈的人，留下了很深刻的心理烙印。所以，即使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物资极其丰富，想买什么都买得到的时代，老一辈的人还是会喜欢囤货，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缺怕了。现在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祖父母的那种资源匮乏的时代，所以很多人很难理解老一辈的这种囤货行为。尤其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囤一些很容易就能买到、完全不需要囤的食物，又占地方，吃不了还浪费，甚至有的时候都放坏了，老人还舍不得扔，最后吃坏了肚子，反而要去医院，得不偿失。第二个原因就是面对灾害或者突发事件的时候，人也会因为不确定性产生囤货的需求。不过，我觉得在这里要区分一下，有的囤货是非理性的恐慌，有的确实有现实的需要。比如2003年非典的时候，当时新闻报道，很多人囤积碘盐，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谣言，就是说碘盐可以预防非典。但是这个其实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，可是大家就是一窝蜂的去抢购碘盐，有的人甚至囤了几辈子都吃不完的盐。那这种囤积更多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慌性的囤积，但是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，囤货确实有现实的需要。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，很多地方确实经历了封城，限制大家外出，以这种方式阻止疫情的快速传播。而这种管控有的时候并没给大家足够的准备时间，所以有的人家里没有准备那么多吃的，甚至出现了饿肚子的情况。因为封城以后，你也出不去，超市可能也不开。虽然当时政府也会给大家送菜、调配物资，但是物资的调配不一定能够马上跟上。疫情过去以后，我听说一些中国年轻人开始有了囤货的习惯。
经历了那种不确定性，那种没有食物安全感的生活以后，他们也开始像老一辈一样，觉得家里的冰箱里、储藏室里要囤一些吃的，自己才觉得心安。第三个原因，我觉得就是现代消费主义本身也会激发囤货这种行为。比如中国现在很多超市、电商都会有各种促销手段，比如买二送一、多买多打折，反正就是会让你觉得囤货很合适。很多人因为打折促销，一下买很多，囤了好多东西，可能几年都用不完。其实美国也一样，像 Costco 这种仓储式超市，基本都是大包装。如果你是一个5、6口人的大家庭，买的又是生活消耗品或者食物，那确实蛮合算的。但是如果你是单身人士，或者只是一个小家庭，那就不一定了，因为一下买很多，确实很占地方，而且有的东西根本吃不完，最后放坏了也是浪费。算下来，可能还不如去普通超市，需要多少买多少。所以中国人喜欢囤货，背后既有物资匮乏留下的思维惯性，也有面对灾害和不确定性的时候产生的安全感和现实需要，还有各种促销和大包装对消费行为的影响。那关于中国人囤货的原因，就跟大家聊到这里。不知道大家平时囤货吗？会囤什么呢？欢迎您留言或者发邮件跟我分享。如果您觉得这个播客对您有帮助，请您帮我订阅、分享、转发，让这个节目能帮到更多人。如果您想支持我，描述栏下方也有支持链接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